你好，我是阿力啊。那么我们今天都看到了这个狗爹马斯克啊，成功收购了这个推特的公司啊。那么我们前面也连续出了2期节目来聊这个事情了，而且呢，就在上一期我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啊，这是要涨了。那么我上期节目说这个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将会极大的利好这个狗狗币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回放啊。如果推特私有化之后啊，狗狗币能够成为付费的手段和打赏的这个手段呢，将极大的利好狗狗币，那么狗狗币的价格呢也会随着水涨船高。果不其然啊，那么今天在这个美股的交易过程中，推特就停牌了啊，盘中就停牌了，然后呢就宣布了董事会同意将每股54.2美元的价格，将剩下的90.8%的这个股份啊，全部都卖给 Elon Musk。那么按照常规的这个逻辑啊，那么特斯拉的股票和这个推特的股票都会大涨，但是呢这2只股票并没有表现得非常的突出啊，唯独我们的这个狗狗币啊直接就飙升了。那么这是久违了的一种味道啊，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个狗狗币单日的涨幅超过30%了啊。与此同时啊，根据这个大数据的网站啊 Into the Block 它的显示，那么狗狗币在24小时的交易量明显的放大了6倍啊，达到了近6周以来的这个最高点啊，达到了这个31.1亿美元啊。其实截止到我做这个期节目啊，狗狗币24小时的成交量已经达到了55亿美元。仅次于比特币和以太坊啊，那么稳居成交量的第3位啊。其实很多朋友很难想明白，为什么马斯克收购一个推特公司，狗狗币就会异军突起、一飞冲天了呢？会不会像前面一样骗炮，再次回到这个出发点呢？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这个话题啊。那么强调一下啊，今天是狗狗币的专题。那么在进入正式话题之前啊，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近期啊对整个行情的预测呢是非常准的。那么上期节目我说了，大饼很难跌到这个很多博主所预测的这个什么2万点啊。那么大家看截图啊，我在这个4月16日的这个会员群啊跟大家聊到，大饼呢会看到这个38200点左右啊。但是呢，同时还要看另外一个指标叫 USDT。这个 D 啊，没有进会员群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个屏幕下方的这个链接啊，去这个会员的缓冲群啊，然后去找我或者是我的助手进行私聊啊。那么好，我们进入这个今天的主题啊。客观事实我们已经讲清楚了，上一期节目我们也提到了马斯克为什么要收购这个推特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主要来分享一下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些思考。那么既然是思考呢，就难免呢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啊对我进行批评指正。我首先来分享一下为什么马斯克成功收购推特会带来狗狗币的拉升啊。那么这是因为呢老马呢再次呢向世人展示啊自己说到做到，而且呢是毫不含糊不开玩笑。那么大家联想到老马天天喊单的这个狗狗币，也就肃然起敬啊，一致认为狗狗币会不会将是下一个起爆点呢？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就 FOMO 冲进去了。其实这么说呢是一种感性的这个思路啊，我们可以理性的来分析一下，就是推特上它有这个2亿多用户啊，而且最关键的呢是几乎所有的币圈人士都在推特上有账号啊，甚至很多人啊为了做好社区不惜呢花重金在推特上打广告，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骗局啊，他们也在上面这个骗人啊。那么这么一来就说明这个推特呢是很多加密货币啊是最好的这个孵化基地啊，没有之一。那么马斯克作为这个狗狗币的亲爹啊，大家都有理由相信他会利用推特将狗狗币变成这个全球支付手段，再送上一个里程碑啊。那么这也很容易理解了啊，特斯拉的周边的产品既然能用狗狗币来进行支付，那么推特将来的任何的这个产品或者是服务，为什么就不能用狗狗币支付呢？这是非常容易实现的话题啊。那么我们很早之前也都说过啊，推特呢这公司呢是一只脚踏进了这个区块链，踏进了这个币圈的这个公司啊。那么一旦这个马斯克收购之后啊，就会很容易将另一只脚也踏进来，那么在关键的时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纵身一跃，它就能将这个 Web 2.0 的这个属性啊提升到 Web 3.0，成为这个 Web 3.0 的这个互联网的公司。那么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就是狗狗币呢目前的市值呢是200多亿美元，推特呢是440亿美元，就根据今天的这个成交的价格啊，那么将狗狗币赋能给推特，那么这个公司呢也就才640亿美元。
相对比这个苹果啊、这个脸书啊、Google 这些公司啊，万亿美元的这个左右的这个公司啊，这个公司的想象的空间呢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这也是狗狗币今天拉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那么具体讲来啊，就是这个马斯克是怎么布局推特和这个狗狗币啊？这个具体的细节呢，我认为只有他自己老人家啊才能明白了。那么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马斯克收购推特的最大的动力呢，是将这个言论自由发挥的最大化啊，为了让一些这个加密货币的骗局变得更少，那么这也是他上次参加这个泰的演讲采访的时候说到的。那么这些呢都是上了台面的一些说辞。那么如果说还有一些不方便讲出来的呢，就是他确实想通过这个推特的私有化，将狗狗币应用到这个社区当中去啊。如果你说这是不是他的私心呢？那么非得这么说也是站得住脚的啊。那么谁让他是这个狗狗币的亲爹呢？啊，那么就在刚刚的时候啊，这个推特的创始人前 CEO Jack Dorsey，他通过推特宣布宣布与马斯克达成最终收购协议，发表了一些他自己的看法啊。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的啊。他说我喜欢推特，它是我们拥有的最接近全球意识的东西，其理念和服务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会尽一切努力保护他们。推特这家公司一直是我仅有的心病和最大的遗憾，因为它逐渐归华尔街和广告模型所有。现在马斯克将推特从华尔街收回，这是推特迈向正确方向的第一步。原则上，我认为推特不应该被任何人拥有或经营，推特应该成为协议级别的公共产品，而不是一家公司。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马斯克是我唯一信任的解决方案。马斯克将创建一个最大程度信任和广泛包容的平台，这个目标是对的，也是我选择它的原因。我很高兴，推特将继续为公共对话服务 ，Around the world and into the stars。啊，这是他的这个一个类似于一种宣言的东西，就是强力支持伊隆马斯克收购推特。那么我们都知道 Jack Dorsey 呢是比特币的超级的支持者啊，那么他支持比特币的闪电网络支付啊，甚至呢公开宣称呢要定投这个比特币啊。那么他对马斯克收购推特大加赞赏，甚至说这个马斯克是推特的唯一的解决方案。那么这就是话里有话了。那么他的观点呢是推特呢不应该被任何人拥有或者是经营啊，这个理念大家有没有感到很熟悉啊？那么这不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道吗？啊，有社区经营管理，推特作为一个社交平台，确实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包括这种国家呀、政治啊、民族啊非常大的这种争议性的话题会出现。那么面对这种争议性话题的时候，任何个人或者是公司如果出面进行干涉，比如说来封号、封某个人的账号，那都说不过去。那么这个时候啊，如果说来一个这个持币的所有的持币人来一个社区投票，就应该没有问题了。那么这就是我之前讲到的这个 Web 3.0的这个理念了。而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想在美国发行一个币是有多么的困难啊，尤其是像伊隆马斯克这种大佬级别的人物，之前脸书呢想发币啊，也是呢频频的被这个美国 SEC 否决。那么马斯克一定很清楚啊，这个时候如果说将一个存在很久的这个币啊，直接链接到推特，那么 SEC 应该就没有什么话可讲了。那么这个币会是谁呢？毫无疑问就是狗狗币啊。那么这么一来，狗狗币不但呢是肩负着这个支付的这个功能啊，而且呢还可以摇身一变，变成了 Web 3.0的新秀，持币人可以参与社区投票。各位这个推特大佬博主啊，可以通过发推文得到这个狗狗币的奖励啊，甚至所有人通过推特的互动啊，也能得到狗狗币的奖励。那么这样一下来，这个像滚雪球一样，会将全世界的所有的网红的这个活跃分子都吸引过来，甚至会自带着粉丝呢就来了。而所有的参与者呢，被强行灌输狗狗币的理念，那么推特用户大增，广告投放的价值呢就会越来越大，广告费用呢是不仅分配给博主，也给用户啊。那么当然了，都是通过这个狗狗币支付的方式啊，那么会让这个推特的用户呢粘性越来越大啊。谁不喜欢一个一边刷推文刷好玩的东西，点点赞转发就可以挣钱这种平台呢？而且呢，这个平台呢算得上全世界言论最自由的平台了啊。相对来说啊，试想一下，这样子的推特轻而易举就能将很多公司啊哭天喊地啊都做不出来这个 Web 3.0，它就全部做出来了。那么这个局你喜不喜欢呢？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我关于这个马斯克这个收购推特啊，以及这个狗币的一些思考。当然了，很多都是我个人的见解呢，不能作为这种投资的参考。那么如果你觉得呢，对你的这种思维建设有一些帮助的话，请一定留言转发一下，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